如果在买多肉植物的时候，上来就问这种多肉开花好看吗的问题，马上就会暴露自己是新手。如果遇上奸商，那很可能就会被坑哦。新手买多肉，这5句话别出口，一问你就露了底，容易被坑。新手买多肉有7点技巧一定要掌握，避免买一盆死一盆，浪费钱。养多肉是一门学问，不管是前期上盆还是后期养护，都需要足够的经验才能做好。而其实买多肉也是一门学问，选品、砍价等等，有很多时候也得和商家斗智斗勇。遇上实在的卖家是很幸运的，但是如果遇到传说中的奸商，可能几句话就能摸透你的底，从而狠狠地坑你一笔。所以在买多肉的时候，下面这几句话是坚决不能问的，一问你就露了底。而有些技巧又是一定要会的，这样才能让你的试错成本降低。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花花干啥啥不行，养多肉第2名。今天介绍一下新手买多肉的建议。1. 这种多肉开花好看吗？多肉植物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叶片跟鲜花一样美丽，却比鲜花长久。肉虽然也开花，而且开花很美，但我们养多肉主要养的是叶片，把叶片养出状态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如果在买多肉植物的时候，上来就问这种多肉开花好看吗的问题，马上就会暴露自己是新手。如果遇上奸商，那很可能就会被坑哦。2. 这种多肉好养吗？怎么说呢？对于摸清了多肉植物习性的老手来说，肉是非常好养的，而对于很多经验不是特别足的新手肉友来说，多肉植物是不好养的。如果在购买肉的时候，上来就问这种多肉好养吗？给出的答案大抵都是放心吧，很好养。总之，肯定没有卖家会说自己的多肉难养。而想要真的养好多肉，则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摸清楚肉的习性，并且结合自身环境才可以。3. 这颗多肉这么小，应该比那颗大的便宜很多吧？多肉植物由于品种的不同，个头也有大有小，虽然肉的价格跟个头大小有一定的关系，但那只是对相同品种而言，肉的价格更多的是看品种和状态。很多贵货的个头都很小巧，但是却与东美人、基隆月等体型中上的普货价格不可同日而语。同样的，一颗叶片紧凑小巧，出了状态的多肉也要比一颗看起来很大，其实却养秃了的多肉价格高出很多。4. 这颗老桩这么长，肯定花了不少功夫吧？如果您真这样问了，那老板肯定会顺势介绍这株老桩花了多长时间，然后再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卖给你，结果你买到的却是一株伪老桩。首先，因为真老桩的上盆及后期养护相对较难，我们并不建议新手肉友一开始就买老桩回来养。其次，很多商家为了追求利润，会特意先把多肉养秃，让它的茎干长得长长的，然后再撸掉叶片，造成老桩的假象。如果真的想买老桩，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看到肉的茎干上粗下细不协调，生长点也比较稀疏，甚至茎干还是水绿的，那是涂装无疑。5. 这盆多肉中间发白，是特殊品种吗？这样问的，老板很大程度会回答这是某某锦，然后告诉你多肉出锦很难得的，刚好你遇上了，不要错过机会啊什么的。如果你真买了，那很大几率是被坑了。锦化的多肉的确难得，但是市面上有太多要锦，如果你看到肉的中心处发白，四周却是绿色，而且白色和绿色有很明显的边界，那确定就是要锦无疑。买回去好点的会返祖变绿，但更多的是没几天就挂了，所以遇到这种要锦，趁早离得远远的。知道了哪些问题不能问了以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多肉呢？花花有7点建议给到你，看完之后，希望买多肉的时候能帮助到你，帮你省掉一点小钱。1. 要学会观察叶子，健康的多肉叶子一般会呈现饱满的状态，叶片色泽正常，不暗淡，而叶面不光滑，叶色暗淡无光，有皱褶以及出现长斑等不正常现象的多肉叶子，基本为不健康的叶子。严重时还可能会出现叶片脱落、枯黄、黑腐的现象。还有一种状况是叶片出锦，出锦是指多肉由纯绿色变异为黄斑、黄线、银斑、银线等色彩种类的新种，出锦属于基因突变，非常罕见。这类多肉植株本身是健康的，
而且价格也会很高。2、观察顶部生长点。正常的多肉植物生长点呈现莲花状，并向四周散开。若出现生长点畸形、错乱或毫无规律的生长，则很可能是出现了坠化的现象。多肉植物的坠化变异会在多肉顶端形成许多小的生长点，这些生长点横向发展连成一条线，最终长成扁平的扇形或机关形带状体等。一般多肉植物发生坠化后，价值会比原来的高出很多，而且还具有收藏价值。若生长点出现黑色，极为不健康的表现，此多肉植物可能发生了黑腐。3、观察有无病虫害。健康的多肉植物是没有病虫害的，若发现多肉里有白色的小虫子，那很可能是介壳虫，它经常隐藏在叶子下面，或在叶心的生长点里面，或在多肉植物的根部，对多肉危害非常大。除了介壳虫之外，还有很多害虫和疾病会侵害多肉植物，所以要经常观察多肉上是否有害虫，或从多肉的外形、颜色、状态观察是否有生病的迹象。4、观察是否新栽。选购已栽入盆中的植株时，要注意一下是否是新栽的。如果是出售前新栽的植株，则盆土松软，轻摇植株会有较大晃动。这样的植株并未发新根，买回家后需重点打理，避免强光照射，控制水分。一般1至2月后，新栽植株才能完全巩固。目前市售的带盆植株中，新栽的比例占大多数。5、组合多肉要留意。市场上还会出售一些由多个种类的多肉配置在一个容器中的多肉组合盆栽。在选购时，不仅要注意多肉植株组合的是否错落有致、疏密有间，是否新奇有趣，还要注意各种类之间生活习性是否相近。如果将对光照、水分、栽培机制等要求差别较大的种类栽培在一起，就会对今后的养护带来很大的不便。6、看大小不问品种。大小最好选择4厘米以上的多肉。虽然多肉本身就比较小，但是也有的多肉可能是从桩上分下来的，体型更小，一般2至3厘米，根系也不发达，不易存活。因此，选择时要注意是否有4厘米的最佳尺寸。虽然大部分多肉都是好养活的，但是其实不同品种的多肉还是有差异的。如果你是新手，那么不建议挑选品种，因为任何品种都有可能是用来练手的，所以就选相对便宜的就可以。7、考虑养多肉的数量。另一个方面就是数量方面，因为多肉毕竟比较便宜，然后又很小，一盆太小了，所以在买的时候，无论是在网上买还是去花市购买，都很容易冲动买很多盆。但是如果自己刚入坑，对养护没经验，技术又不好，如果买了那么多回来，自己又照顾不好，可能大部分都养不活。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先不要一次性买那么多，少买一些就可以了，自己先养养看，先适应一下。最后，买多肉的时候，如果可以，最好看一下多肉是否有白色的根须，根须是否完整。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转发。感谢观看，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下期见。